不还。婉清，别闹了，听话，这车是我的，你得听我的。车是你的，但你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必须得陪我去。什么朋友？我才不想当你朋友。那我自己走着去。哎，婉清，好，我陪你去。陈四，开车。嗯。还是睡着了可爱些。开稳点儿，会不会开车？司令，这路坑坑洼洼，那又不是我的问题。你要实在觉得汉婉清小姐磕着碰着，那你最好还是让她自己靠在椅背上。行，你开慢点啊。哇，司令，嘘。哦。哎，婉清。哎，婉清。我们慢点儿。我们到了。你看，上海都在这儿了。那是海关大楼，那是汇丰银行工部区，还有外白渡桥。哎，外白渡桥！哎，你小心点，别摔下去。外白渡桥，上海。这里就是我的家，上海，我回来了！妈妈，哥哥。我回来了。婉清，你看啊，这上海都是我的地盘。我向你保证，只要有我在，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谢谢你。谢我干什么？我2次喝醉酒，都是你陪着我。那，你这一次，不会又把我当成许光耀了吧？又？我什么时候把你当成许光耀了？
你看你都忘记了，上次你被人下了药，喝醉的时候迷迷糊糊的，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是像这样吧？你上次也是这样子，都傻了。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是知道的。你说。你这样坐了一夜啊？我可不敢睡，万一睡着了，被占便宜怎么办？占了便宜就想走啊？谁占你便宜啊？那昨天晚上我们都当着全上海的面儿亲了，想反悔啊？那你想干嘛？一辈子陪你吃生煎，看夜景，怎么样？那我们现在就是那种关系啦。哪种关系啊？就是一起吃饭、一起睡觉的关系呗。谁要和你一起睡觉？怎么，亲都亲了，不想承认吗？嗯？那你去我家向我爸爸提亲好不好？只要爸爸同意了，我们就能在一起了。你放心，我一定会让爸爸同意的。婉清，我现在还不能去你家提亲。为什么？生气了？没有啊。没生气怎么不说话？我不想自作多情。谁说你自作多情了？我一个女孩子，舔着脸让你去我家求亲，你说你不去，去不了，还不告诉我为什么？那就算是合作伙伴，也应该坦诚相待啊。是，我能告诉你的时候，我一定会告诉你的。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吗？停车！哎，婉清，婉清，婉清，你先上车吧，你穿高跟鞋呢。你别管我。哎，
你听我解释。那你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该告诉我的时候？连我你都不能坦诚相待吗？我们现在已经是这种关系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上还有你能相信的人吗？如果连我你都不相信，你还相信谁？哎，婉清，放开！婉清，你听我说。放开！放下来！上车。婉清，你听我解释啊。你仔细想想，我瞒的你哪件事儿，哪个不是为了你好？啊？你想想，我让穆婉婷去当徐光耀的秘书，我事先也瞒着你了，但最后呢？最后赢家不还是你吗？我承认，我对你来说不是透明的，只是我不告诉你是有我的原因。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信任我，真正的信任，不是束缚对方，而是毫无猜忌，即便在你看不到的地方，你也依然愿意相信。我现在还有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处理完，所以暂时不宜具提亲。但是我心里早就认定你了。我们漂泊10年才遇到彼此，我真的很珍惜。所以，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我能等。谢谢你。等事情有了结果，我会告诉你的。但是在此之前，你不能把我们的关系告诉任何人，好吗？好，我信你。但是，既然你还有事情要办，那你昨天晚上干嘛那么着急啊？是谁先着急的呀？我喝多了呀，而且我也没有经验。那我也没经验啊。我才不信！我也就是说说，不然也不能2次被你占便宜。我什么时候占你便宜了？嗯？好，上车吧。司令，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应该在医院给徐光耀办手续吗？光耀哥上午要输液，我下午去就好了。哦，本来昨天要请你吃饭，又没有请成，要不我今天补请你啊？昨天虽然没有吃晚饭，但是夜宵我吃了呀。我们昨天没吃夜宵啊。你再想想。你下边等着吧。婉清，我得走了，你乖乖等我，好吗？嗯。走了，等我。走了。
你想干什么？我要是不派人盯着你呢，你早就淹死了。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害你吗？你跟我走，去见一个人。你应该见见他。关门。您那好，谢谢。卖报，卖报！谢谢啊。卖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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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报！哎，婉清，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去啊？你下午干嘛去了？我，哎，怎么了？我下午看到穆婉婷在你车上。哦，你之前说有重要的事情，所以不能跟我提亲，不会是跟她有关吧？嗯。你不会是想金屋藏娇吧？你笑什么？我又不傻，我藏谁也不能藏他呀。那你还想藏谁？哎，不是，动动脑子，我都有你了，我怎么还会喜欢其他女人呢？吃什么醋啊？那我也是个女人啊，我也会吃醋的。你至少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来，本来想等事情更有把握，我再告诉你。但既然你看见了，我如果不说，你可能会乱想。到底怎么了？害死你哥哥的凶手另有其人。10年前，徐伯钧与罗督军争夺上海的控制权。罗督军因为辎重被劫了，他想退守穆家码头运送弹药，但是穆家一直与徐伯钧交好，所以不肯借码头给他用。军情紧急，罗督军便派人假冒绑匪，绑架了穆元航，并将他关在了码头的仓库里。罗督军以解救穆少爷为由，派兵占领了码头。当时穆志远在外地运货，萧夫人也是救子心切，所以便答应了他，让他用穆家的码头来运弹药。包围整个码头！也就在那个时候，崔连凤来找了我。他说肚子里怀了我的骨肉，说只要我能够帮着把穆少爷灭口了，那穆婉婷就可以回到穆家。如果将来他生下来的是男孩子的话，变成了穆家财产的唯一继承人。
时虽然答应了他，可我心里真的很犹豫。谁知道，没等我下手，徐伯钧就动用火炮，开始轰炸码头了。然后把穆少爷藏身的那个码头给轰平了。穆少爷也当场身亡了。徐伯钧的副官徐远来找我，他说罗督军经此一战，已经失去了势力。罗督军现在大势已去，只要你一口咬定穆远航的死就是他罗督军所为，我们徐督军一定会保你荣华富贵。你可得想清楚了。我当时昏了头，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就答应了。在徐伯钧的授意下，我趁乱进入了已经被炸毁的仓库，找到了穆远航的尸首，并且在他的胸口又补了2枪。而且我把他的手表向后拨了2个小时。罗督军战败退兵，徐伯钧终于占领了上海，双方因为穆少爷的死而纠缠不清，对簿公堂。穆少爷尸体被炸得已经是面目全非了，而且当时没有什么目击证人，案子一度陷入了僵局。后来京市警察厅在穆少爷的身上发现了2处弹孔，法医鉴定死亡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而穆少爷的手表却是因为轰炸停在了下午3点钟。警察厅因此判断，轰炸是穆少爷死亡后2小时以后发生的。最后，这件案子被判为罗督军撕票在先，徐伯钧轰炸码头在后。罗督军也因为撕票杀人而罪名得到了落实，失去了他在北京政府的所有头衔，而他的官职也都被徐伯钧给代替了。徐伯钧也知道，如果你母亲帮助罗督军运来了弹药，那胜负就变得未尝可知了。成王败寇，一念之差，所以他抓住罗督军弹尽粮绝的机会，选择了舍弃你哥哥的性命。婉清，我这儿虽然还有一个证物，但是我们今天不看了。看，关于我哥哥的证我都要看。你们看到的这段影像是一个外国记者在仓库对面拍黄浦江的时候留下的，他刚好记录了徐伯钧轰炸仓库时的情景。当时我怕节外生枝，所以就出钱把这段胶卷买了下来。这也让我无意之中保存了一份重要的证据。穆远航死亡的时间是下午1点钟，而他的手表却停摆在3点钟，是被我调后了2小时。法院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所以判定穆远航是在徐伯钧轰炸之前就被人撕票杀害了。但是现在这段胶卷刚好记录下了徐伯钧轰炸仓库的时候，日本的旅游船山东丸号正好赶上进港。我也调查过了，这个山东丸号它是固定从青岛到上海的航线，10多年从来没有变过，基本上都是下午1点钟左右到达上海。这也可以充分证明穆远航死亡的时间
徐伯钧他正在轰炸仓库。这份胶卷被你保存在租界银行的保险箱内10年，你应该知道它的分量。那你为什么自己宁愿去死，也不把它拿出来威胁徐伯钧，保住自己的命呢？这一点，也正是我想提醒你的。你不要以为有了这份证据，你就可以扳倒徐伯钧。我告诉你，就凭你一个上海司令的身份，你做不到的。那如果我说我能做到，你敢不敢站出来指证徐伯钧？玄林，没事。犹豫什么呢？徐伯钧还不知道穆婉婷没死呢。只要徐伯钧在位1天，穆婉婷就只能漂泊在外。如果扳倒了徐伯钧，这儿就是我的地盘了。那穆婉婷还有可能回来。你难道不想再见到她吗？好，我可以答应你。反正我已经是死过1次的人了，我出庭作证。这10年来，他手上一直沾着我哥哥的血。他是怎么做到和我爸爸做朋友的？婉清，在徐伯钧眼里，所有人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棋子。他跟你爸爸交好，只不过是贪图穆家的财力。他就是个畜生。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很大，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都不会知道真相。傻瓜，我不仅要让你知道真相，我还会替你讨回公道。可他是徐伯钧啊，你这是鸡蛋碰石头。我哪一场仗不是险中求胜？这一次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吧？可如果你真的这么有把握，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的关系？我是怕徐伯钧起疑心。你更怕万一敌不过徐伯钧，会牵连到我，会牵连到穆家。如果赢了，你就正式向我家提亲；如果输了，你就一个人承担，让我全身而退。婉清，我和他之间终有一战，所以即便没有你哥哥的事情，我们都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所以不管我反与不反，他早晚都会对我下手的。所以你说的一辈子，是赢了才有一辈子，输了就没有了，对吗？如果这输赢要拿你的命去换，我宁愿不要。
我一定会扳倒徐伯君，我也一定会向穆家提亲。说好了一辈子，一天都不会少，啊！ Cheers。洪琛约我打球不奇怪，但是少君，你向来不喜欢这些，这一次怎么也跟着他来了？你住院期间，北京都闹翻了。咱们的几位副帅本来说好要建立5省联军，但是徐伯父捏着穆家的军饷不放。现在的5省联军是貌合神离。 眼看着革命军就要过长江了，咱们还是一盘散沙。你是不是要我劝劝我副帅？可以吗？你是不是也劝不动我们家老爷子呀？算了，今天呀。 我们不聊国家大事，我约你们出来呢，也是为了庆祝你出院的。军饷的事，就让老爷子们操心去吧。来，婉清，你回来了。你怎么了？啊，没事，今天有点累了。啊，你这么晚回来，我有点担心。以后加班我陪你。哦，不用。明天早上上班你不用等我了，我自己去。我先上去睡了。 光耀哥哥，原谅我，我实在不知该如何面对你。你知道这个事情，你不告诉我？我是知道啊。用山下会长的话说，我还是大股东呢。 听说这洋沙销路特别好，我能大赚一笔。你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你又在搞什么名堂？哎，我这是为了帮你啊！正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你要相信我，我这可是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以后关系到我穆家的事情，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你不会生我气了吧？那你准备怎么对付山下纯一啊？你听，这会儿他正在骂我呢。他那个人诡计多端，知道你使坏，肯定还背有一手，你要小心一点啊。放心吧，我的穆大小姐，来，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哎。 司令，您这是又让穆小姐出了一回大风头，连洋人的报纸都夸她是商业奇才呢。那是，也不看看她背后的男人是谁。哎，这穆小姐还真是不一般啊！一个女孩子家能看出这么多门道来。这女孩子毕竟是女孩子，跟我比可能还差点。
但是他有一点不得不说，他选男人的眼光真的厉害。哎，什么意思啊？不懂规矩。安强，这次和日本商会的较量，多亏了你的主意，穆家才没有被击垮。你有经商之才，爸爸很是欣慰。我们穆家后继有人了。爸爸想让你独挑大梁，历练历练。爸，您的意思是？我想逐步把穆家的生意交给你管理，等时机成熟了，再全部交给你。那您呢？家里发生变故以来，爸爸的身体一直不济，整夜都不能入睡。我想到法源寺去吃斋念佛，调养一下身体，也让自己的心情平静平静。你是经商之才，爸爸看得出来，尤其是这次和日本商会的较量中，你目光如炬，胸有韬略，把穆家交给你，爸爸放心。爸，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会守好我们穆家的产业。我们已经分开6天10个小时了，我想死你了。哪有那么久？而且我还给你打了电话。那不行，打电话又听得见摸不到的，还不如不打。那这是你说的，我以后就不给你打电话了。反正我每天都很忙，根本就管不到你。别，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开玩笑的，我巴不得天天都见到你。但是就像你说的呀，我们现在在紧要关头，为了扳倒徐伯钧，我们必须要忍耐。是啊，我真希望这一天能赶紧到来，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你娶进门，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见我啊？哦，我是要去工部局，你们华商总会离这儿也不远，而且这里是租界，所以徐伯钧的眼线根本进不来。去工部局？民团出什么事了？啊，没有，我去找费安顿，让他给我介绍几个西药厂商，去买点西药。买西药？你明明知道我爸爸就是卖西药的，为什么不找我？没有，就是看你最近太忙了，不想麻烦你。你麻烦我不是应该的吗？是。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没有啊，没有。那你告诉我你要买什么药？阿司匹林和奎宁。阿司匹林和奎宁，这2种药都是管制药品，而且是前线作战部队常用的。你要给谁买啊？一个朋友。南边的朋友。
你怎么猜到的？奎宁治疟疾，而疟疾是天气热的地方才有的传染病。婉清，我不瞒你了，我卖这些药品是为了给我一个故人的。他虽然在为南边做事，但他曾有恩于我，我必须报答他。有恩必须要报，这个药我来帮你买。好。好了，那公司还有很多事情，我就先走了。哎，别啊，这么快就走了？我还没报够呢。我们刚才不是才报过吗？你现在又不在司令部上班，我又见不到你，你也不管我。那我怎么样才算管你呢？那幸亏我们院长及时给您做了开胸手术，止住了出血点，再加上谭司令亲自给您输血，才把您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谭司令给我输血了？对啊，输了600毫升呢。进来。哎，关耀兄，还没走啊？我家的老宅修缮好了，刚才光顾着和徐成对宾客名单了，忘了时间。谭司令这么晚了还没有休息啊？公务这么忙？嗨，什么公务不公务的？我这儿没有家，所以吃住啊都在司令部，不像你财大气粗的。听说你们家那老宅占地足足10几亩啊，而且还引了这个黄浦江的水，修了荷花池。落成了一定要请我去啊！那是自然。哦，对了，谭司令明天有事吗？明天？哦，明天我要出去一趟。怎么，你有事儿啊？哦，没什么。本来想邀请你帮我参谋参谋，这个宾客名单到底适不适合？不，这个不行，这个督军府的排场我参谋不了。那希望老宅落成一事，谭司令可不要缺席啊！一定捧场。你还有事儿吗？我没事。司令，徐督办这么晚来找你，这到底是要干嘛呀？他这是心软了。如果他不是徐伯钧的儿子，或许我们能成为好兄弟。督军，哦，你怎么站在这里啊？也不怕着凉啊？父亲舟车劳顿，儿子当然应该出来迎接。知道你孝顺啊。谭学林是否通敌一案，你就不用再查了，我派别人去查。是儿子办事不力，请父亲责罚。哎呀，责罚倒不必了。不过这次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征求你的同意。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征求儿子的同意？我先看看啊。这几块太湖石都是从宜兴新运过来的，池塘的水也都疏浚了，引了黄浦江的活水进来，养了您最喜欢的睡莲，还有锦鲤。鱼戏莲叶间，倒也不失为一景。
看起来费了不少心思啊，修得不错。父亲喜欢就好。对了，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和儿子商量吗？来，咱们坐下再说。好啊。儿子，你年纪不小了，我们徐家人丁不旺，只有你这一个单根独苗，是时候考虑你的婚姻大事了。父亲怎么会突然想起我的婚姻大事？现在南边战局未定，我确实没有心思考虑这个。哈哈，你没心思，那就由我替你考虑。父亲，你觉得婉清这个姑娘怎么样？父亲，是想向穆家提亲吗？我跟穆公早有联姻之意，现在穆公将产业交给婉清，婉清一个女孩子独立支撑家业颇为不易。如果有督军辅佐靠山，对她对我们都有好处。不过，不知道你是否对她有意，所以想来问问你的想法。婉清秀外慧中，又与我是青梅竹马，我自然是喜欢。不过什么？不过我私下有跟她表达过好感，但她没有给我回应。儿子，这婚姻大事向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哪有私相授受的道理？况且婉清是千金小姐，不是平民百姓家的野丫头，你这样私下示好，太过于轻浮，应该由家里正式提亲才对。怪不得这几天她对我有点生分，原来是怪我对她唐突了。莫急，落成仪式上，我把穆家的所有人都请过来，你的婚事我向穆公提起。你能替婉清不顾生死的去挡枪，我就不相信穆公他会不答应这门亲事。谢谢父亲。好，环境挺好的，真大啊！多谢多谢啊！好，徐督办，恭喜啊！欢迎欢迎，好，里边请。穆公，听说近日身体不适，在法源寺吃斋念佛，不知身体好些了吗？身体倒是无恙，求个安心罢了。只是把这么重的担子甩给了婉清，这孩子辛苦了。是啊，我刚才也看到她了，确实有些闷闷不乐。一个女孩子担这么重的担子，着实是难为她了。关耀兄，恭贺乔迁之喜啊！多谢谭司令。谭司令，我们关耀今天可是双喜临门呢。哦，还有什么喜事啊？说出来让我听听，我也沾沾喜气儿。那我就不瞒谭司令了，父亲要替我向穆家求亲。啊？这么突然啊？谭司令到时候记得，一定要来喝我和婉清的喜酒啊！啊，好，那我先跟徐督军打个招呼。里面请。好。关耀，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谭司令对婉清小姐不怀好意，别乱说话。穆公，早就听说你是这沪上有名的票友。哎，怎么样？一会儿和蓝老板合作一出《龙凤呈祥》如何？你听我这嗓子，今天就不在督军府丢丑了。蓝老板的《龙凤呈祥》可谓一绝，今天唱也是为了讨个好的彩头。光耀今年虚岁25，去年在陆军总部当了1年的参谋。如今在沪上任职，也算是独当一面了。不过这一个人过日子总不是个事情，我想
是该给他讨一门亲事了。俗话说得好，成家立业，男人嘛，总得有个家，做事才有底气。听督军的意思是，光耀贤侄看上我们家晚清了。哈哈哈哈哈！晚清这孩子得体大方，又跟光耀做过秘书，两人情投意合，很是般配。哈哈哈哈！是啊，晚清和光耀从小便相识，青梅竹马。光耀呢，又是这样的人品才华，能够有光耀帮衬，我放心了。哈哈，好好好。爸，我这才刚接手穆家的生意，千头万绪的，而且纱厂还在亏损，我实在无心考虑婚事。婉清，之前是我唐突了，我不该私下跟你表示的。父亲已经责怪过我了，我向你赔个不是。这么说，婉清，光耀已经提过这件事情了。婉清，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老爸？婉清啊，他人品大家都看到眼里了，私定终身，与理不合。婉清啊，你拒绝光耀是对的，这小子他没规矩，不能让他轻易得手啊！哈哈哈。徐伯伯，爸，我之前拒绝光耀哥呢，倒不是因为唐突。之前穆家舞会，我们把联姻的事情暂时搁置下来，是因为当时战事紧急，我们怕有损督军府的名誉。但是现在这南方的战事更紧了，如果重提婚事，只怕会遭人诟病啊。不，我倒不这么认为，我倒认为恰恰是缘分到了。如果当时那个事情成了，光耀就错过你这个真正的穆家小姐了。哈哈哈，这是命中注定，你们俩要成就一段姻缘。这只怕有人嚼舌根，说督军府不打理军事。怎么会呢？时局不稳，徐穆两家更应该相互帮衬。穆公啊，你看这小两口真是一对璧人。哈哈哈哈！是，督军啊，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能够得到督军府的垂青，是我女儿莫大的荣幸啊。穆公你放心啊。今后婉清就是我督军府的少奶奶，凡事有督军府为她撑腰。穆公，我看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咱们趁热打铁，订婚仪式就安排在下月初8，那是个移婚嫁的黄道吉日。好，能够得到督军府的垂青，那也是我们家婉清的荣耀，听督军的安排。好，来，喝茶。爸，我突然想起公司还有些合同要签，我就先走了。婉清，你不听完蓝老板的《龙凤呈祥》了吗？我也不懂戏，你们听，我先告辞了。婉清啊，徐督军啊，公司最近生意颇多，婉清心情不佳，多有不周，还望督军和贤侄多多谅解。我倒是挺喜欢婉清这个爽利的性格是个能干大事的姑娘。光耀啊，娶了这么能干的媳妇儿，你可不要被比下去啊！父亲说的是，儿子自当更加努力。好，走，听戏去。好，请。婉清，你都听到了吧？我一定要去跟爸爸说清楚。别轻举妄动，我有办法。那个小报记者叫什么来着？哪一家？就是那个刊登徐光耀和裴少军的那个照片的那个。火花报。火花报是吧？
派个脸生的给他送过去。这唱的是哪一出啊？快去。啊，好。喂，明天10点，老弟房间。你想到办法了？还是见面再说吧。宣莲，你有什么办法了？事出紧急，我觉得现在硬顶不是办法。你要不然先答应，就当是权宜之计。婚姻大事怎么可能是权宜之计啊？是你爹和徐伯钧已经定下婚期，你这个时候硬顶，你不仅委屈你自己，你还会连累我。是你自己说要陪我一辈子，一天都不会少的。你非要看着我和徐伯钧鱼死网破你才满意是吗？我是喜欢你，但是这种喜欢要拿命去赌的话，我也得掂量掂量。你混蛋！婉清，你听我说，我知道有人在盯着我们。你知道你还是能打劲儿。我这就过瘾啊！而且演戏嘛，就得逼真。居然敢戏弄你男人，回头再收拾你。等我消息。啊！谭玄林，你给我记着。婉清。光耀，怎么喝这么多？昨天晚清，戏都没听完就走了。我感觉他不是很想和我定亲。既然穆公已经答应了，想必他不会食言。其实，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和他表达过好感，但是他没有给我回应，还逐渐疏远我。我猜不透他在想什么。我觉得还是找他问清楚比较好。我想问他，但又怕问他。我怕他拒绝我，我怕他心里没有我。你们说，我要是装傻，把他娶进门，用一辈子去保护他，他会爱我吗？你这么做有些自私。我就自私这么一回，我用一辈子去爱他，去护他，难道不够吗？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朋友，你别难过了，你最少还能留下穆婉清的人，我呢，追着顾月霜，都快把自己的心掏出去了，人家还不是不拿我当回事儿。来，咱们难兄难弟啊，喝一个。光耀，我也陪你一个。哎，老裴，你在这儿凑什么热闹？我和光耀喝酒，这叫同是天涯沦落人。你的谭桑榆上赶着往上贴，你就别凑热闹。你别开我玩笑。果然，头版头条。要说这火花报的记者也太不会拍照片了，这怎么挑了个这么个角度拍？啊，当然，司令是360度无死角。
这样，你呀，去把各大报社的记者叫过来，我要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好。就你鬼点子多。小姐，我听说谭司令也看到这个报纸了，正准备开记者会澄清呢。知道了，先下去吧。是。有报纸就够了，你开记者会干什么？哼！来，光耀过来。来，你自己看看，啊，这让我们徐家的脸往哪儿搁呀？这个谭玄林，真是胆大包天。父亲，这八卦小报不足为信。哼，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之前谭玄林为了穆家出面，竟敢去得罪日本人。若非他是和穆婉清关系匪浅，他肯冒这个险？你这个做督办的，连他们沆瀣一气，你都没有一丝察觉。如果穆婉清真的看上了谭玄林，那就真的把我们徐家脸给丢尽了。他们才认识几个月啊，竟然好到私下拉扯的地步，你连自己的青梅竹马的女人都哄不住。督军，少帅，刚得到消息，谭玄林准备在司令部召开记者招待会，澄清火花报的不实报道。父亲，谭玄林如此大张旗鼓的澄清，说明这确实是谣言啊！哼，谭玄林诡计多端，恐怕没那么简单。各位，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火花报》的这篇报道。这篇报道上说，我和穆婉清小姐有不寻常的关系。众所周知，下个月初8就是穆婉清小姐和徐光耀先生的订婚仪式。这婚姻大事不能儿戏，本着对2位新人负责任的态度，我决定在穆婉清小姐出嫁之前，对这篇报道做2点澄清。第一，这篇报道用暧昧关系形容我和穆婉清小姐，实在是欲盖弥彰，所以我今天决定在这儿宣布，穆婉清小姐是我要追求的人。虽然她还没有答应我，但是我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第二，我认为，即便穆婉清小姐和徐光耀先生已经有了婚约，但是在2人尚未订婚之前，我仍然有权利追求穆婉清小姐，所以，我宣布，从现在开始，距离他们的订婚仪式还有8天。如果我能在这8天的时间里打动穆婉清小姐的心，那么徐光耀先生就要祝福我。如果我没有做到，我也会祝福他们。谭玄林怎么说的？不管他怎么说，我们徐家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父亲，我们不能听风就是雨，这样就让那些嚼舌根的人看笑话了。快说，他怎么澄清的？谭玄林没有澄清，而是公开追求穆小姐。他还说了，在订婚前的8天内，如果他能打动穆小姐的芳心，就请少帅把穆小姐让给他。你听到了吧？我早就说过了，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他们早就暗中私通，只有你一个人蒙在鼓里。少帅，别叫他，让他去。不撞南墙，他不知道人心险恶。
请进。穆小姐，门外有人想见您，好像是电影明星顾月霜，请她进来。好，请。穆小姐，快坐。谢谢。我今天不拍戏，到附近逛逛，路过楼下，上来讨杯茶喝。想必没有这么巧吧，顾小姐，我们有什么话就直说。什么都瞒不过你，那我就直说了。报纸我看了，在小叔叔身边那么多年，他一心都扑在军务上，我从来没有见他因为这种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而且我也想不通，以他现在的处境，公然去抢徐光耀的未婚妻，对他有什么好处？他这么精于算计的人，怎么会做这种事呢？你是想问我和他是不是真的？他这个人呢，打仗精明，但其实对女人没有什么经验。所以穆小姐，我想问你，你该不会是因为不愿意嫁给徐光耀，所以拿我小叔叔当幌子吧？你在他身边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他？他像是一个会被女人当幌子的傻瓜吗？他是我的亲人，也是恩人。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办得那么高调，不像他一贯的性格。来我这儿讨茶喝，也不像是顾小姐的性格啊。顾小姐，有时候关心则乱。所以你的意思是，他为了你可以不顾一切，是吗？为了他，我也可以。喝茶。许督办，许督办，哎，关耀兄，你怎么来了？哎，你凭什么这么对我？我对你一直坦诚相待，你凭什么用这种下流的手段对我？你对我坦诚相待，那我也对你坦诚相待。婉清她不喜欢你，她喜欢的人是我。不可能，不可能。看见这个了吗？你跟婉清在办公室朝夕相对，你应该记得她脖子上戴的这个平安符。
这是在法源寺求，他求了2个。你凭什么？我和他这么多年的感情，为了他，连命都不要。你凭什么？凭我懂他。是，你是天之骄子，众星拱月，但是你不懂他这10年来受的委屈，你更不懂他在穆家的处境。当初他被穆婉婷设计，差点被崔杰那个流氓侵犯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的只是把他带在身边，当你的私人秘书。你有没有想过，婉清是无辜，他为什么要退让？为什么要妥协？而我要为他做什么？我愿意为他扳倒所有伤害他的人。你说我凭什么？原来你早就对他……对，我早就对他动心思了。他这辈子只能是老子的女人，你放手吧。我和他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以为区一个平安府，穆公会承认你这个女婿吗？可是他不爱你啊。他会爱上我的，只要我和他成亲以后，我足够对他好，他会爱上我的。你不是这种人。是，从小到大我都温和谦让，但是这一次，我不打算让了。我追求我喜欢的幸福有错吗？你凭什么认为我给不了他幸福？你能给的，我都能给；你给不了的，我也能给。我凭什么要让？凭什么？就凭他不可能爱你。这一拳，我不还手，不是因为我理亏，因为你不知情。但我要告诉你，你这辈子只能是他哥哥，因为你们徐家欠他一个哥哥。你什么意思？你跟我去个地方，你就知道了。穆远航死亡的时间，就是徐伯钧轰炸的时间。光耀兄，还不准备放手吗？哼，你以为就凭一个混黑道的几句话，我就会信？他说的这些，根本不足为证，诬陷我父帅是什么后果？谭司令，应当心中有数。诬陷，好，耳听为虚，咱们眼见为实。
爸。王强，现在外面吵得沸沸扬扬，你和这个谭玄林到底怎么回事？他说要和光耀公开竞争，竞争什么？实话告诉爸爸，你和他到底什么关系？他是不是纠缠你了？如果是，我去找他，让他给你道歉。他没有纠缠我。哦。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你喜欢他？爸爸一直以为你喜欢光耀啊。我一直把光耀当哥哥，我喜欢的是玄林。爸。万强，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和光耀马上就要订婚了，你这不让我骑虎难下吗？督军府颜面不保，我们穆家的声誉也不保啊。我一直在想借口拒绝这门婚事，但是徐督军执意要订婚，我就想私下再和您说。万强，你说，你做生意是那么的精明，可自己的终身大事却这么的糊涂。你说，他得罪了督军府，徐督军能放过他吗？所以谭玄林才马上召开记者会啊，他就是想保护我，想保护穆家。倒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安青，爸爸劝你啊，千万不能被感情冲昏了头脑。你要是选择和谭玄林在一起，对你对他都没有好处。你打理咱们穆家的生意需要督军府来帮助，而他呢，只是一个刚刚到任的上海司令，得罪了督军府，那就是朝不保夕。你拒绝了光耀和他在一起，那就是害了他。但是玄林说他不会输，我相信他。爸，你什么都不用说，我也知道。他毕竟是你的父亲，但是他多次暗杀闵大成，甚至想杀死穆婉婷，就是为了掩盖当年的罪行。还有，上次在医院的时候，那2个刺客对你手下留情，你应该有所感觉吧？令尊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如果你想保住婉清的命，就不要把你听到的、看到的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的父亲。谭司令，我有个问题想问你。说，你真的爱他吗？
爱。有多爱？嗨，老子天不怕地不怕一辈子了，但遇见他，我知道什么叫怕了。不敢死，怕他会伤心；更不敢输，怕给不了他幸福。记住你今天说的，好好对他。光耀兄，放心，我愿意为他挡住所有的黑暗，更愿意为他在黑暗中找到最后一丝光明。我只是希望他幸福，哪怕这幸福里没有我。晚清有你，是他的幸运，真的。希望也能成为他的幸运，否则我不会放过你。我该走了。我想跟他告别。好。去吧。光耀哥，谭司令都告诉我了，我知道，比起跟你受的伤害来讲，道歉实在是微不足道。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对不起，安晴。光耀哥，你父亲做的事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这句对不起，不应该由你来说。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哥哥，我很高兴。你别这么说，你的好，值得所有人的仰慕和喜欢。能被你当作妹妹一样疼爱，是我这一辈子的福气。谢谢你。你爱他，对吗？那我祝福你。我要回悦城了，我可以抱抱你吗？总不能
让我白等这10年吧。以后，我还是你的光耀哥哥。只要你需要我，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谢谢。再见，婉琪。放心吧。没事吧？那边有人盯着，我们离开这儿。但我们去哪儿啊？现在，这些探子肯定会把我们的位置报给徐伯爵。闵大成藏身的地方有危险，我们得转移他。走吧。都准备好了。来吧，我的穆小姐，请您跳支舞。怎么不早告诉我要跳舞啊？现在说也不迟啊，来。你说你一直在带兵打仗，那你怎么会跳舞啊？唉，这也是没办法呀。这几年不光要打仗，还要搞交际，就陪那些阔太太们跳跳舞、打打牌什么的，很辛苦的。歪门邪道，怪不得你那么油嘴滑舌。我骗你的，你还真信？那你听好了，以后有我在呢，你不用替谁打仗，你也不要去求谁给你出钱。我和整个穆家都是你的后盾。那就是你养我了？当然啦。各位，从今天开始，穆小姐就是我谭玄林的人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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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子救火！救火！快！救火！水！快点！快！这个火！快点！快！快火了！快呀！快！行了，兄弟们，该吃吃，该喝喝，给我好好玩。好！干嘛还出这个风头啊？盯着你的人还不够？我就是想要在舞会上比徐光耀出的风头大，我就是要盖过他。以后啊，谁再提起穆家大小姐，不会再想起穆家舞会，只会想起百乐门。没想到不仅无赖，还幼稚。房子是空的。是，我们搜了每一个房间，没有发现任何关押的犯人。督军，你说谭玄林是不是知道我们提前派了人跟着他，所以他提早做了防范？对，这就说明他藏的人不想让我知道，没准就是闵大成。谭玄林现在还在百乐门吗？还在，我们的人一直盯着呢，他的士兵也没有出来。你向巡抚帮举报，就说百乐门进了革命党，派警察去搜。你派人盯着警察，弄清楚闵大成在不在里面。是，去吧。徐副官，什么情况啊？让你亲自来查。谭司令，穆小姐，二位可真是够有雅兴的。我们刚刚接到举报，说百乐门里混进了革命党，巡捕房正在搜查。若真是属实，那可就是谭司令玩忽职守了。哟，这还没搜到证据呢，就这么快给我定罪名了？没有最好。谭司令是督军的门生，还是谨言慎行为好啊。好，谢谢副官的提醒。没搜到，都搜仔细了吗？是，都搜仔细了，连女士洗手间都搜了。没有发现闵大成，他到底把人藏哪儿了？是啊，我也纳闷呢。晚上除了百乐门，谭玄林哪儿都没去，难不成一个大活人就能凭空蒸发了不成？多派些人手，盯紧谭玄林身边所有的人，不要让他们离开你们的视线。是。督军，如果谭玄林真的藏了闵大成，那他到底想干什么？可能跟过去的事情有关。司令，四小姐到了。松开。二哥。你叫我来干什么呀？站着！你老凶我干什么？你现在正情场得意，还有时间管我？我告诉你啊，这穆姐姐还没答应跟你定亲呢。这万一你不给我好好看住了，这有人挖墙脚，穆姐姐跟别人跑，看你怎么办。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你老实交代，去理查饭店干嘛？我
我还能干什么？见到裴少君了吗？没有，他早就走了。什么时候走的？二哥，你问这个干什么呀？说，他什么时候走的？昨天一早上，我问那个姓苏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早就回北京了，连那个徐光耀的喜酒都没喝。切！当然了，即使他不走，只要有二哥在，他这个喜酒也是喝不成的。你现在人在这儿，心都飞到北京去了吧？嗯。想不想去北京？想。白眼了。婉清小姐到了。婉清。怎么了？怎么了？木公馆门口都被记者给堵了，谭四带了好几个兵才把我接出来。那不比上次你和徐光耀跳舞轰动多了吗？还不是拜你所赐，还嬉皮笑脸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我们总算是能光明正大的出双入对了。我做梦都要笑出声了。我的谭司令，谁笑到最后，谁才是赢家。来。但是呢，想要笑到最后，就得陪我去趟北京。去北京干嘛？司令，那我先出去了。嗯。你们有事儿吗？那我们就在门口，谭司令有需要随时吩咐我们。好。这两个都是徐伯君派来的吧？没错。那卷胶片你到底放在哪儿了？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放心，我们家司令大人从来都是运筹帷幄。长得还挺好看。我也这么觉得。自恋。哎，刚刚那两个人来翻了一个底朝天，也没有找到。你到底把胶片放哪儿了？你猜？箱子夹层。箱子夹层连你都能发现，我有这么蠢吗？什么叫做连我都能发现？未必你比我聪明啊。对啊，当初你拿了我的布防图，把你都赔给我了，你说谁聪明啊？那你到底放在哪儿了？这样，我们打个赌怎么样？如果你赢了，我给你一个奖励；如果你猜错，那就得给我一个。